这个世界雌性只要喝的兽血越多，就能与强大的雄性兽人缔结婚约。然而眼前这个美艳雌性，明明喝了983大碗，却仍然没有让身旁的雄性心动半分，反而却对我这个只喝了一碗兽血的女人情有独钟。他从未见过皮肤如此白皙细腻的女人，美丽的简直不可方物。萧的部落是这片山林里最强大的部落，好看的女人并不少，却没有一个能让他动心。第一眼见到我时，他就想将我占为己有，所以才选择只喝了一碗兽血的我。我感觉到他看我的眼神越来越灼热，心里一凉。本以为躲过了野兽的嘴，没想到又掉进了野人的窝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他粗糙的手指划过我的脸，然后起身走了。我慢慢睁开眼，浑身跟被碾过似的，疼得要命。阿母，他醒了。他太瘦弱了，以后怎么给萧生孩子？阿母语气里带着不满。萧给他喝了兽血，就是认定他了，慢慢养着总会好的。也不知道是哪个部落的，穿的衣服怪里怪俏。阿母扫了眼地上被扯坏的衣物，把萧留给他的吃的拿来。阿母话音刚落，阿月便端着一盘东西走到我面前。你是萧的第一个女人，第一天就出事，可不吉利。那食物腥味极重，焦黑的外皮裂着口子，里面还带着血丝。我在现代连牛排都只吃全熟的，这东西别说吃了，看一眼都犯恶心。我饿得前胸贴后背，可喉咙像是被什么堵住了，怎么也张不开嘴。快吃！阿母抓起一块肉就往我嘴里塞，我皱着眉咬了一小口，忍不住全吐了出来。阿母一下子就火了，你知不知道这些吃的只有萧才有资格碰？阿月赶紧用树叶舀了水回来，我抱着叶子喝了几口，没力气的躺了回去。就在这时，一个高大的身影直奔木屋而来，是萧。阳光下他长得竟然挺帅的，脸庞粗犷，带着天生的威严，放现代也是充满男人味的大帅哥。我悄悄松了口气，这样看做他女人好像也不亏。再说他对我好像还不错。萧快走到木屋时，尤兰突然冲出来拦住他。你什么时候选我当你女人？让开！我是部落里最好的女人。尤兰死死挡在他面前，萧一把抓住尤兰的胳膊，尤兰脸上掠过一丝喜色，兴奋地往他身上扑去。扑通一声，尤兰重重摔在地上。萧绕过他，大步走进木屋，满脸温柔地摸着我的头。你怎么样？尤兰气得牙关咬得咯咯作响。这女人太弱了。阿母看着萧，萧坐在兽皮床边，把我抱进怀里。你为什么不吃东西？我微微睁眼扫了他一眼，我也想吃饭，可你们倒是给点能入口的食物啊。去外面拿只小兽来。很快，阿月拎着一只胖乎乎的小兽进来，萧抽出腰间的石斧，抬手一挥，那小兽的脑袋便咕噜噜滚了出去。我坐在他腿上，亲眼目睹这一幕，吓得魂都快飞了。他这是杀鸡儆猴。阿月用石刀给小兽开膛破肚，从肚子里挖出一颗心脏，滴着血，直接递给萧。萧接过内脏送到我嘴边，吃了它，身体会变强壮。虽然听不懂，但我知道他是让我吃下去。天啊，怎么又让我吃这种血淋淋的？我艰难地咽了口唾沫，声音发颤。能不能吼一下？萧似乎听懂了，将内脏递给阿月。拿去烤熟。心脏烤好了。阿月端着烤好的心脏走进来，肉香漫开，我小口咬下一点，忽然想起学校旁巷子里的烧烤，撒满孜然与辣椒面，那股香气至今难忘。他吃的这么少，活不了多久的。阿母端着一大盘烤肉进来，语气带着担忧。我就要它。萧望着我细嚼慢咽的模样，眼中满是喜爱。吃完一串烤心脏，萧又拿起一块烤肉递来。再吃一块。我连忙摇头。萧见我不肯，自己咬下一块送到我嘴边，我没忍住打了个饱嗝，逗得萧哈哈大笑，身体本能的蜷缩起来。他强行掰开我的手脚，俯身压了上来。又是一场狂风暴雨，不知过了多久，我精疲力尽地瘫在他怀里。他抱着我走到一条清澈的小溪边，将我放进溪水里。随后他脱下兽皮，也走进溪中，伸手把我拉进怀里，让我坐在他腿上。我第一次认真打量起他棱角分明的脸庞，脸颊不由自主地红了。都说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，就会为你打开一扇窗。我虽意外穿越到这蛮荒之地，但老天待我不薄，赐给了我这样一个可靠的靠山。洗完澡后，他把我从溪水里抱出来，我靠在他温暖的怀中，很快便沉沉睡去。不知又过了多久，我在浑身的不适感中醒来，冷得不住发抖，身上却烫得吓人。阿妈，他醒了！阿月惊喜地叫起来。阿母探过头看了我一眼，语气带着些不屑。萧怎么会看上这样的女人？我的喉咙干得像要烧起来，艰难地吐出一个字：水。阿母，他在说什么？阿月听不懂我的话，还能说什么？发烧的人死前都要喝水。阿母冷冷地回答。阿月赶紧端来水，喂我喝了几口。阿母，他不会死吧？萧去给他采神的果子了，只有吃了那果子他才能活下来。萧去采神的果子了，你怎么不早说？阿母脸色骤变。
那里有凶手守着，凡是去摘果子的人都被撕成了碎片。没了萧，我们部落会被其他部落瓜分的。阿月吓得快要哭出来。阿木没再说话，沉着脸走出了木屋。我躺在兽皮上，抬手摸了摸额头，高烧至少有39度，必须想办法发汗退烧才行。我是帝都大学的植物学教授，专攻药用植物。风寒发热，只要能找到板蓝根、金银花、荆芥、鱼腥草中的任何一种，我就有救了。忽然，我想起洗澡时小溪边曾长着一丛茂密的荆芥。阿月，我看着一旁悄悄抹泪的阿月，我叫安心。我费力地抬起手，指了指自己。心，他只轻轻重复了最后一个字。我点点头，在泥地上画了一株荆芥，特意细致勾勒出宽大的叶片，然后指给他看。他盯着地上的画。你想要这种草？我再次点头，他立刻转身跑了出去。不知过了多久，阿月回来了，手里果然紧紧攥着一大把荆芥。安心，快醒醒！你要的臭草我采来了。他轻轻摇醒我，把荆芥递到我眼前。我惊喜地冲他竖了竖大拇指，接着比了个烧水、喝水的动作。他一脸茫然，模仿着我的动作试探：要把它煮了喝下去吗？过了一会儿，他端着一个厚实的小石锅走进来，里面正煮着荆芥。他用树叶舀起一些汤汁，小心地扶着我，为我喝下。直到石锅里的荆芥水见了底，我才重重地躺回兽皮上。醒来时，外面天已黑透，我出了一身大汗，原本沉重的身体忽然轻松多了，烧应该退了。阿月不在木屋里，外面人声鼎沸，几堆熊熊燃烧的篝火将部落的空地照得一片通明。部落的人们似乎在激烈地争论着什么，吵吵嚷嚷的，我听不懂他们的语言，却能清晰地感受到空气中弥漫的紧张气氛。这时，阿月跌跌撞撞地跑了进来。安心，阿木可阻挡了，要把你烧掉，去换回萧。话音未落，几个男人从外面走了进来，其中一个男人不怀好意地盯着我，猛地冲过来，一把掀开了我身上的兽皮，我吓得失声尖叫。阿月怒吼一声，立刻扑过来，迅速将兽皮重新裹回我的身上。族老说他是罪人，要烧死他。那男人眼神邪恶地盯着我。她是萧的女人，你们别乱来。阿月挡在我身前，阿母走过来，一把拉开他。萧去了这么久都没回来，再不烧死他祭神，萧就真回不来了。两个男人立刻上前抓住我胳膊，把我往外拖。我怒喝一声，啪地打了他一个耳光，整个部落的人都愣住了。男人怒吼一声，抽出腰间石斧就向我砍来。我绝望地闭上眼睛，砰一声闷响，石斧没有落在我身上，那个男人飞了出去，摔在3、4米外的地上，哇地吐出一口鲜血。萧对着篝火旁的人群愤怒地咆哮一声，原本吵嚷的人群瞬间安静下来，所有人都惊恐地看着他。偌大的空地只剩下篝火燃烧的噼啪声。我睁开眼睛，看到他的瞬间，热泪夺眶而出。我扑进他怀里，呜呜地哭起来。萧凶狠的眸子瞬间变得温柔，他伸出手臂，紧紧抱着我，脸色阴冷地看着众人。为什么要杀我女人？你为了给她治病，去采神的果子，不把它献给神，你就回不来了。一个族老上前，我回来了，而且我采到了神的果子。萧高高举起另一只手，手里的兽皮兜子里装着红彤彤的果子。他忽然想起什么，大手在我身上摸了摸，满脸惊喜。你活过来了！萧，你女人喝了臭草煮的水，睡了一觉就好了。阿月赶紧上前，那不是臭草，是荆芥，能治爱心的风寒发热。我抬起头，萧内疚地看着我，将我横抱起来，对着所有人高声宣布：她是我的女人，任何人都不准欺负她，欺负她的人就是我的敌人，杀无赦。寂静之后，整个部落爆发出震天的欢呼声。萧抱着我跨过地上哀嚎的男人，大步走回木屋。部落的角落里，尤兰紧紧攥着拳头，漂亮的眼睛里满是凶光。回到木屋，萧轻轻将我放在兽皮床上，低头在我唇上重重吻了一下，连忙把兽皮袋子捧到我面前。这是神的果子，本来是要帮你去邪火的。我掏出一枚通红的果子，咬了一口，一股浓烈的酸味瞬间在口腔里炸开。酸味过后，嘴里却涌上一股清凉的甜意，让人神清气爽。难怪部落的人把它当神果，这么酸的果子肯定富含维生素 C， 能增强免疫力，加上一些未知的药用成分，确实能治病。不过我再也不想尝第二口了，口感实在太刺激，还是留着慢慢研究吧。萧搂着我，青椒是什么？阿月赶紧把煮过荆芥的小石锅拿过来。这是爱心喝的臭草水。萧看着石锅里的野草，浓眉微皱，我连忙比划。青椒是很好的草药，还能当菜吃。等明天爱仙采些回来做给你尝尝。不知道萧有没有听懂，他只是用深邃的眸子专注地看着我，眼神清澈又温柔。萧回来还没吃东西，你去拿点食物来。被萧看得脸红，我连忙转移话题。阿月看懂了我手势，
兴高采烈地跑了出去。很快，他端着烤肉进来，肖咬下一块放到我手里，示意我一起吃。我看着那块红肉，无比怀念现代的大米粥和牛肉面，哪怕一碗清淡的鸡汤也好。咽了口水，脑海里浮现出一碗热气腾腾的鸡汤，飘着油花，握着大鸡腿。部落里有大一点的石锅吗？我指着眼前的小石锅，又比划了一个西瓜大小的手势。他跟着比划了一下，摇了摇头。最大的就是这个了，这种凹进去的石锅很难捡到。信，你想要石锅？肖大概明白了我意思。大的，最好有这么大。我又比划了一下，随即失落的摆摆手。没事，没有就算了。吃完东西，肖抱着我躺了下来，他大概累坏了，用手臂环着我，很快就睡着了。第二天，我被一阵巨响吵醒，天已经大亮了。肖不在木屋里，我循着声音走出去。肖在不远处抡着石斧，对着一块大青石使劲砸。他浑身是汗，古铜色的皮肤在阳光下闪着光。肖在干嘛？我走到阿月身边。姐，你醒了？肖在给你做石锅，他说你要大的。我心里一暖，走过去。肖看到我，停下动作，抹了把脸上的汗，冲我咧嘴一笑。醒了，再等等，快好了。旁边两个男人想帮忙，肖都不让。阿月满眼羡慕。肖说石锅是给你做的，只能他一个人动手。看着满头大汗的肖，我心里感动不已，踮起脚尖在他唇上轻轻吻了一下。肖伸手搂住我的腰，低头在我额头上狠狠亲了一下，然后把我交给阿月，转身继续抡起石斧。过了好一会儿，石锅终于做好了。肖捧着石锅走到我面前，浑身汗水湿透了兽皮。你要的是不是这个样子？就是这个样子。肖，你太棒了。肖听不懂我说什么，但看我笑得眉眼弯弯，心里涌起巨大的满足感。我去打猎，你在部落好好待着。肖看向我，眼神温柔。我听懂了打猎这个词，笑嘻嘻点头。好，你小心一点，我等你平安回来。肖好像听懂了我的话，点点头，唇边的笑意更浓了，看着我好像在等什么。我被他看得有点茫然。都叮嘱过小心了，他怎么还不走？难道……我的脸颊一红，踮起脚尖又在他唇上亲了一下。肖发出一声满意的长笑，转身大步走出木屋。我满脸黑线，他一个野人竟然还会锁吻。中午时分，我和阿月采完草药回部落，还没走到木屋，就听到女人撕心裂肺的喊叫声。阿月脸色大变，是阿杰，阿杰在生孩子。她拉着我往部落跑，气喘吁吁地冲进木屋。阿杰躺在兽皮床上，抱着肚子惨叫，床上到处是血，他腿间血肉模糊，鲜血不断涌出，却看不到孩子的头。阿母在一旁急得大叫，伸手去推阿姐的肚子，每推一下，阿姐就痛得惨叫一声。阿杰，你流了好多血。阿月扑过去抓住阿姐的手，看着她面无血色的样子，吓得大哭起来。我连忙上前查看，阿姐宫口开了7、8指，因为流血太多，体力已经透支。阿母那样推肚子只会增加她痛苦。我虽然没亲手接过生，但接生的知识还是懂的。阿母被我一把推开，脸色顿时沉了下来。你干什么？不想让他死，就别碍事。我抓住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阿月。我们采的草药呢？这样下去不行，必须给他催产。我抓出一把马尾山塞进他手里，快去煮了。阿月往石锅里舀了水，很快就把马尾山煮好了。我正忙着安抚阿姐，看到药汤立刻大叫：快给他喝下去！他用树叶舀起药汤，正要喂阿姐，尤兰突然冲过来，一掌打翻了树叶。不能喝！尤兰一脸不屑：你为什么要打翻药汤？这个能救阿姐的命！阿月气得大吼：族老们说过，山上的植物都有毒。尤兰指着我：谁说这个可以救阿姐？她是萧的女人，她不会骗我。她根本不是我们部落的人。我不管，谁说可以救阿姐就是真的。你走开！阿月大哭着推开尤兰，捡起树叶重新舀水。尤兰脸色狰狞，抬手将小石锅推翻，草药水全洒在地上，一个响亮的耳光打在尤兰脸上。尤兰，阿月气得浑身发抖，跳起来要跟他拼命。我眼神凶狠地看着尤兰：滚开！再捣乱，我绝不放过你！我冲阿月喊道：先救人，去重新小草药水来。尤兰眼神恶毒地看着我，她捡起小石锅往外跑。阿母，你快阻止那个女人，她会毒死阿姐的。阿姐痛苦的叫声越来越微弱。阿西，煮草的水来了。我立刻吩咐。阿月端着小石锅急冲冲跑进来，给阿姐喂草药水，越多越好。阿月刚给阿姐喂了草药水，我又让她去炖肉汤。喝了草药水和肉汤，阿姐肚子开始大力宫缩，在我的帮助下，她咬牙用力，孩子呱呱落地。萧也在这时回来了，听完刚才的事后，他一把抱起我：她是我女人，以后她说的话就等于我说的话。天色入暮，萧抱着我坐在篝火旁，我起身去舀肉汤，
萧的手臂又环上我的腰，我吹了吹热汤，送到他嘴边。尝尝，就是太淡，要是有盐就好了。盐？盐是什么？是一种能让食物美味的东西，可惜这里没有。等等，森林中或许有盐矿石或盐乳泉，明天可以先从草木灰中提取假盐，再让萧带我去找找。吃完食物，我靠在萧的肩头，眼皮沉重。萧将我抱回木屋，帮我除去兽皮，揽入怀中入睡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被身旁的翻身声弄醒，看到萧正仰望夜空。木屋外刮起怪风，我裹了裹兽皮被。这木屋怎么到处漏风？萧抬头看了看，早上睡醒，我朦朦胧胧睁开眼睛，外面鸟叫响亮，部落里有人走动说笑，但木屋却没有光线透进来。咯吱，萧打开一扇门，刺眼的阳光照射进来。我一怔，他把木屋重新改造了，蒲草连接着大片树叶，裹了厚厚的一层，还做了一扇可以打开的门。你醒了啊？喜不喜欢？昨晚你说了，我就把木屋盖上。喜欢喜欢。我扑进他怀里。门外，阿月端着肉汤和烤肉走进来，我接过食物，慢慢吃着，跟他学他们的语言。学了大半天，我总结出一些发音规律，只要他们说话速度放慢，我能听懂大概。吃着淡而无味的食物，我越发想做实验，比划着。我需要很多草木灰和水。我们从3个大火堆下爬出满满一大盘灰烬，我放进大石锅里搅拌，等待杂质沉淀，滤出上层溶解了钾盐的水。把水全部煮干后，石锅底部吸出了很多黄白色的钾盐，我用石片磨成的刀子刮下来，忙活大半天才熬出鹌鹑蛋大点的食盐。这个就是盐。阿月好奇凑过来，我用手指沾了一点送到他唇边，他舔了一口。呸，真难吃！我笑得前仰后合，后背被一只温暖有力的大手托起。萧，你回来啦！安心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萧坐下，把我拉在腿上。这个就是盐。我用手指沾了点送到他嘴边，萧毫不犹豫将我的手指含入口中。苦的。这么吃当然不好。这个味道叫做咸，是盐的味道。萧摇头，不好吃。这么吃当然不好。我拍了拍他胸膛，很快我就让你们见识盐的魅力。我往烤肉上撒了盐递给他。喏，撒了盐的食物，你尝尝。萧吃了口，一脸惊喜。食物变得非常好吃。阿月也尝了一口，好好吃啊！接下来几天，我忙着熬水制盐，研究陶罐烧制方法。我和阿月给3个大火堆添了木柴，把昨晚制作的泥罐泥碗放进去烧。烧了1个小时，我看黄泥和沙子不够了，拉上他去部落外面挖黄土和沙子回来。刚走进部落圈，就听到里面一片嘈杂。我冲进部落，看见女人们纷纷跪倒磕头，几个族老和萧的阿姆站在3个熄灭的火堆前，脸色凝重。阿月尖叫一声，跪倒在地大哭。我们的火没有了，没有火，部落会灭亡的。尤兰从人群里站起来，指着我大叫：就是他把火弄灭的，他在火堆灰里放了很多不能烧的东西，你们快把他抓起来！把他抓起来！他用泥土熄灭了火种，如果不杀了他祭祀神明，神明不会再赐予天火。女人们纷纷站起来大叫，向我围过来。你们不能这样！萧说过，谁欺负他的女人就是他的敌人。阿月挡在我面前。你们的火种是怎么得来的？我拉了拉他手臂。火种是神明从天上送下来的，只有天上闪过白色火光，我们才能在树上找到火种。可是天上很久没有闪过火光了。我恍然大悟，他们还不会生火，火种靠雷电击中树木着火取得。这个女人害我们没有火种，你还护着她，难道你也被邪神附身了？尤兰推开人群走过来，瞪着阿月。走开，不然你也要被杀掉祭祀神明！阿月吓得瑟瑟发抖，却不肯离开。尤兰，你胡说！新救过阿姐和她的孩子，她是神明派来的。尤兰抬手狠狠打了他一个耳光。他弄灭了火种，就是邪神！你敢护着他，就算萧回来，也会杀了他的！住手！你们都围在这里做什么？一个男人的声音传来，女人们纷纷让开一条路。萧，火堆熄灭了。阿姆迎上前来，萧看了看3堆灰烬，脸色瞬间冷峻。尤兰跟在阿姆后面。天神赐给我们的火种没有了，如果不把他杀了祭祀神明，灾难会降临部落。我摇摇头，应该不是我只是把陶器埋进去烧而已。部落里有人专门看着火堆，如果及时添柴，火堆怎么会灭掉？我的女人说不是她弄灭的。萧将我拉入怀中。谁再说是我的女人弄灭火种，我就把她的头砍下来。众人不由自主缩了缩脖子。阿姆满脸担忧。萧，如果不祭神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得到火种。我会去其他部落要火种。他们怎么会给我们？不给我就杀了他们，抢回来！说罢，萧举起石斧长啸。所有雄性拿好石斧，跟我去抢火种！
雄性们也举起石斧大叫。别走！我一把拉住他。神明派我来的时候，就把火种给我带下来了。我举起双手。什么？你从天上带下了火种，在哪儿？火种就在我的手里，不过游兰说我是邪神，吓到我了，火一时间出不来。神明告诉我，除非把游兰赶出部落，否则我手心里的火永远出不来。萧，请你不要替他胡说。萧脸色一凛，来人，把他扔出部落。游兰吓得浑身发抖，扑通一声跪倒在地。萧，求求你不要把我扔出去！阿姆挡在游兰面前。萧，他以前救过我一命，别赶他出去。算了，神明说可以放过你。我摆摆手，再有下次，我可不敢保证还能劝神明放过你。我找了一块干木头和一支干树枝，让萧把树枝一端削尖。我在干木头中间挖了个洞，放进干茅草和树叶，用削尖的树枝戳进树洞里，双手合十握住树枝搓动。1-2分钟后，树洞深处冒起青烟。我加快动作，阿月往里面吹气，火箭风势腾的一下冒了出来。我连忙加了茅草和树叶，很快便有了一个小小的火堆。成了。我得意地看向萧，萧抱起我，高高举在众人面前。我的女人是神明派来的神女。部落里的人乌泱泱跪了一地，重新燃起3个大火堆。部落里一片欢歌热舞。接下来几天，有了神女身份，部落里的女人们主动帮我工作，我把熬盐工作交给她们，轻松了不少。游兰也加入了，对我变得敬畏有加，只是往阿月身边凑。阿月和她重新做了好朋友。深夜，部落外的草丛里，一个男人搂着游兰。游兰，我去跟萧说，让你做我的女人。你已经是我男人了，你打算为我做什么？你要我做什么，我都愿意。游兰眸中闪过奸诈。你把耳朵凑过来。木屋中，我没来由打了个喷嚏。第二天一早，萧带着男人们出去打猎，那个男人躲在木屋里装病，等萧走远了才爬起来。神女，你是不是在找野兽们都喜欢去舔的水池？我看到很多野兽在那里舔水。你知道在哪儿？知道。神女，你要不要去看看？我有些犹豫，但还是决定先去看看。走了不一会，那个男人看到了等候在约定地点的游兰。阿月跑过去拉着他的手。游兰，阿南带我们去玩，你也一起。神女，我也去行吗？游兰一脸可怜巴巴。姐，带上游兰一起吧，采植物我们可以帮忙拿。阿月央求。好，一起去。我点头，游兰拉着阿月往前跑，边闪过奸诈笑意。4个人沿着山路向下走了很久，到了一处地势低洼的山坳。你说的苦水池在哪里？就在前面。我眉头微蹙，觉得有些不对劲。游兰悄悄用手肘碰了碰那男人。神女，我记得过了草丛就是，咱们去找找。男人带头向草丛走去，我跟在他身后。游兰故意磨蹭在最后，不肯上前，因为草丛前方根本不是苦水池，而是能吞噬人畜的泥水池。他哄骗那个男人带我来此，是要亲手将我推进泥水池。游兰小时候曾亲眼见过这个泥水池吃人。那人走进草丛，才发现草长在泥水中，越挣扎沉得越快，很快便被吞没。最先发现异常的是那个男人，他走到中间，突然身体下坠，小腿被黑乎乎的泥水吞没。他惊恐大叫，拼命拔腿，却越陷越深。我心头一凉，不要乱动，这是沼泽。话音刚落，我也感觉双腿一沉，身后传来阿月的惊呼，回头见他双腿也深陷了进去。你别乱动，张开手臂。我一边大喊，一边向前倾斜身体，在泥水淹到腰部时止住下坠。可那个男人依旧惊恐挣扎，沼泽已淹到他脖子。都说了，你不要乱动。我急得大吼，用力之下身体又被吞了些，连忙平衡身体。别乱动，你就死不了。我按照记忆中野外求生的方法，缓缓左右摆动左腿，左腿慢慢摆动出来了。接着我放平身体，缓缓摆动右腿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终于从沼泽中挣脱，而那个男人只剩脸部浮在水面。我以大字姿势趴在沼泽上，摆动四肢向岸边游动，抓住岸边草丛时才松了口气。爬上岸后，我躺在地上大口呼吸。沼泽中的那个男人发出绝望嘶喊，顷刻间被沼泽吞没。我心头一凛，起身大喊阿南，但他已没了声息。阿南，他死了。阿月大哭起来，身体随之又向下沉。不准哭，不要怕，听我说，你不要乱动，我想办法救你。我会像阿南一样死掉吗？不会的。我一边哭着大喊，一边拼命掰下1根1米多长的树枝，双手被树皮划得鲜血淋漓。我脱下满是泥泞的兽皮围裙，咬出一个洞，套进树枝中间，双手抓住树枝两端，将兽皮裙扔向他。万幸长度刚好够到他未被吞没的手。抓住，我拉你上来。他拼命去抓，在脑袋即将被吞没的瞬间，终于抓住兽皮一角。我用尽全身力气拉扯，将他一点一点从污泥中拉了出来。两人虚脱般躺在草地上喘气。休息片刻后，我们往回赶。途中我看到一条清澈小溪，兴奋地跑了过去。
溪，那里不可以去，这条小溪是风眼部落的领地。不远处传来冰冷的声音，一个身形高大的男人从小溪中巨石后走出，身边跟着2个女人。我们是天凹部落的严首领，她是萧的女人。那个男人上下打量我一番，他走上前来，一把抓住我的手臂往水中拖。阿月上前阻拦，被他一掌打倒在地。那个男人将我丢进水里，扼住我的喉咙。放开我，我是萧最喜欢的女人。那个男人大笑，溪水将我身上的污泥冲洗干净，露出洁白细腻的肌肤。他眼前一亮，随手将我扛在肩上。放开我，我是萧的女人。你若对我，他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我要定你了，女人，尽管来抢，能不能抢得过，看他的本事。那个男人唇边露出得意的冷笑。阿月连滚带爬追过来，抱住那个男人的腿大哭。回去告诉萧，从现在起，这个女人是我的了。那个男人一脚踢开他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石块重重砸进溪水中，溅起巨大浪花。她是我的女人，放下她，否则我会让你付出沉重的代价。萧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，那个男人回头，眼神带着挑衅。从现在起，她归我了。最后一次警告，再不放下我的女人，我会亲手砍下你的脑袋。萧脸色暴厉，那个男人心知肚明，萧的实力在4个部落中是绝对强者。今天他只带了2个女人，与萧对战太过吃亏。萧，我身边的这2个人都给你换一下如何？那个男人不甘心地放下我，将身边2个女人朝前推。萧脸色冰冷，踏水过来将我拉回身边。我就在半晕的状态下回到部落，躺在萧的怀里便睡了过去。肉汤煮好了，要不要叫醒他吃点东西？阿月端着食物进来，让他睡。萧疼惜地摸着我的脸颊。那个男人要抢走他的时候，真的把我们都吓坏了。他眼圈一红，想起之前的场景，便瑟瑟发抖。你的脸怎么肿这么高？萧看到他红肿的脸颊，不由皱眉。没事。不是你的错，你不是那个男人的对手。萧摆了摆手，他听了萧的安慰，脸颊一红，娇羞地低下了头。我睁开眼睛，正好看到萧满眼心疼，心里瞬间涌上酸涩。萧松开他，扭头看我。怎么，我醒了，你不高兴吗？我撅嘴带着醋意。萧，风眼部落的首领来了。这时另一个男人匆匆赶到木屋外，他带着很多女人和猎物。你在这里不要出去。萧脸色一凛，起身走出木屋。萧，我要换你的人。那个男人直截了当。我说过不换，我之前的条件太少了，现在我给你带来了20个人，还有50只野兽。那个男人大手一挥，身后20个女性走到萧面前，脱掉兽皮展示身体。才20个人，50只猎物，我在你眼里就值这么点东西？我突然从木屋中走出。你觉得少？我可以再加任何东西，做我的女人，我让你享有整个风眼部落。那个男人一脸诱惑。心，回去。萧眸光一凛。你的名字叫心，这个名字很好听。萧，我可以再加10个女人，明天我们部落的猎物也全都给你。那个男人眼神贪婪地看着我。萧勃然大怒，一拳砸在那个男人脸上。那个男人倒在地上，唇边溢出血来。萧，正常交换而已，用得着这么气吗？那个男人吐了口血水。你这样，其他部落谁还敢跟你们交换？她只能是我的女人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交换。萧回身抱起我往木屋走，赶走他们，一个不留。萧抱着我走进木屋，看到阿月也跟了进来，声线一厉。你出去！木屋里气氛冰冷，萧坐在兽皮床上。你为什么要出去跟那个男人说话？30个女人加很多猎物，换我一个人多划算啊！我语带讥讽。你只能做我的女人，任何雄性都不准碰你。别说的自己多痴情，你刚才就当着我的面跟阿月眉来眼去，我死里逃生，一醒来就看到你心疼的摸他的脸，我也差点死在沼泽，还被那个男人欺负。你不仅不安慰我，还指责我，我恨死你了！我已经爱上你，可你的吃可以分给任何人，我不要跟别人分享你！我大哭起来，拍打着他的胸口。萧任凭我捶打，抓住我的手，低头吻住我的唇。他翻身压下，捏住我的脸颊，眼神郑重。听着，你将会是我萧唯一的女人，只为我生育后代，与我共同享有天妖部落的一切。真的？真的，我不会骗你，你早就把我这里占满了。他指了指自己心脏位置。屋外，阿月抱膝坐在地上，听着里面的声音，眼角不停淌泪。他喜欢萧，但他知道我不喜欢萧有别的女人，且是我从泥水池中救了他的命。他告诉自己，以后再也不能喜欢萧了。你干嘛一个人在这里坐着？幽兰的声音传来。我看到你们掉进泥水池，都快要吓死了。我往回跑找萧帮忙，你们后来就是被萧救的。阿月抬起头，你明明看到我们陷进去了，为什么不叫我们回来？我害怕。幽兰的声音在发抖。你害怕？
我走出来，靠在木屋门口，冷冷地看着他。你害怕，所以站在岸边看着我们挣扎；你害怕，所以等我们快死了才去找萧。幽兰，你觉得我会信吗？萧大步走向幽兰，萧，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，幽兰扑通跪地。我只是吓坏了。阿南死了。萧的声音没有任何温度。他是我们部落的雄性，是我打猎的兄弟。你看着他死。我不是故意的。幽兰哭喊着爬到阿姆脚下。阿姆，救救我！你知道我不是那种人。阿姆脸色铁青。萧，他确实做错了，但她毕竟是我们部落的女人。阿南已经死了，再杀一个女人，部落会损失更大。损失？萧的声音冷得像冰。阿玛，你教过我，部落里每个人的命都重要。阿南死了，他的命谁来赔？我以后多打猎，我多干活，什么都行。求你别杀我，我再也不敢。我静静地看着这一幕，心里却翻涌着复杂的情绪。幽兰想害死我，这一点我无比确定。但在这个时代，杀人偿命的规则并不适用。部落需要每一个能劳动、能生育的人。阿姆说的没错，杀了幽兰，部落确实会有损失，但我不能就这么放过他。萧，我走过去，轻轻拉住他的手，让他活着。所有人都愣住了，包括幽兰。萧皱眉看我，但他必须离开部落中央，去最外围的木屋住。他不能参与分肉，只能吃自己打的猎物。他不能靠近火堆，只能用自己生的火。他要为自己做的事付出代价，但不必用命来偿。萧沉默片刻，点了点头，就按心说的做。幽兰瘫倒在地，脸上分不清是泪还是汗。阿月走过来，低头看着他。幽兰，心救了你一命，你记住。那天夜里，幽兰被带到了部落最外围的一间破旧木屋里。阿姆悄悄给她送去了一张旧兽皮和一包肉干。幽兰抱着阿姆的腿哭。阿姆，我真的不是。别说了，叹了口气。幽兰，我从小看你长大，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，但你记住，心是萧认定的女人，你再动她的心思，谁也救不了你。幽兰咬着嘴唇，眼底的恨意被恐惧压了下去，却没有消失。接下来的日子，部落慢慢恢复了平静。我每天带着女人们熬盐、烧桃、采草药。萧每天天不亮就带着男人们去打猎。他把一只毛茸茸的小东西塞进我怀里，圆滚滚的眼睛，软乎乎的毛。我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团子。阿月特别喜欢团子，每天都来我木屋跟他玩。他对我的态度变得更加恭敬。有一天我拉着他坐下，阿月，你告诉我，你是不是喜欢萧？他脸疼得红了。心，我真的没有。别紧张，你对我很好，我记着呢。我们是姐妹，对吧？姐妹之间不用藏着掖着。你喜欢萧，我不怪你。可是他只喜欢你，所以我不怕别的女人喜欢他，因为我知道他心里只有我。但我怕的是有人因为嫉妒做出伤害别人的事，就像幽灵那样。阿月抬起头，眼神清澈。心，我不会的，我知道。我拍了拍他的手，所以你也别躲着我，跟以前一样就行。好，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，我和萧的感情也越来越深。阿姆对我的态度也缓和了许多，尤其是当我把提炼出的盐分给部落，所有人都吃得红光满面之后，阿姆看我的眼神终于从嫌弃变成了认可。有一天，阿姆单独找到我，心，你身体养得怎么样了？你什么时候能给萧生孩子？你是神女，生的孩子一定是最强壮的。我脸一红，阿姆皱眉，跑去拿了一大块最嫩的瘦肉塞给我。多吃点儿，瘦成这样怎么生孩子？晚上萧回来，我把阿姆的话学给他听，他哈哈大笑，把我搂进怀里。阿姆说的对，你太瘦了，得补补。你还笑？你阿玛催生呢。生就生。萧低头看我，眼神温柔。你给我生个孩子，男孩女孩都行。男孩我教他打猎，女孩你教他认草药。你想要孩子？想要。他认真地看着我，但我不想你太辛苦，而且阿姐生孩子差点死了，我怕。这是萧第一次在我面前露出脆弱的表情。这个在森林里杀虎屠蟒，在部落里说一不二的男人，竟然害怕我生孩子会出事。不会的，我是神女啊，天神会保佑我的，而且我懂草药，我会照顾好自己的。真的？他像个孩子一样看着我。真的。我亲了亲他的鼻尖。等我把身体养好，我们就生一个。那一夜，萧把我抱得很紧很紧，像是要把我揉进他的骨头里。转眼间，我穿越到天霄部落已经2个月了。我学会了他们的语言，虽然说的磕磕巴巴，但日常交流已经没问题了。部落里的人都叫我心，孩子们喜欢围着我转，女人们遇到头疼脑热都会来找我要草药。陶罐的烧制终于成功了，我摸索出了最合适的泥料配比和烧制温度。烧出来的陶罐虽然粗糙，但已经能盛水，能煮汤了。大石锅彻底退休，取而代之的是几个大小不一的陶罐，最大的那个能煮一整只小兽。
盐的产量也上来了。我带着女人们在部落附近找到了几处盐矿石的路头，虽然纯度不高，但提炼起来比草木灰省事多了。萧让男人们把盐矿石敲碎背回来，我教女人们用水溶解、过滤、熬煮，一天能做出好几碗盐。部落里的人第一次吃到有盐的食物时，那表情简直像过年。最让我高兴的是，我在部落附近发现了一片野生的谷物，长得像现代的小米，穗子沉甸甸的，金灿灿一片。我摘了几穗搓开，里面的籽粒虽然小，但饱满得很。这是什么东西？阿月好奇地看着。这是粮食。阿月，这东西能种，种下去就能长出更多的粮食。以后你们不用光吃肉了，可以喝粥、吃饼。我激动的声音都在发抖。阿月瞪大了眼睛。种在地里就能长出来？种在地里就能长，不用去森林里跟野兽拼命？对，我用力点头。只要种下去，浇水除草，等几个月就能收。那天晚上，萧回来后，阿月把粮食的事跟他说了。萧看着我，眼神里全是骄傲。第3天，萧带了几个男人在小溪边开了一块地。第4天，我把野谷物的种子撒下去，我累得腰都直不起来，坐在田埂上喘气。萧走过来，递过来一个水囊。累了？累，但值得。萧，等这些粮食长出来，部落就再也不用担心冬天没东西吃了。萧沉默了一会儿。每年冬天，部落都会死人，猎物少了，天气冷了，老人和孩子熬不过去。我心里一酸，握紧了他的手。今年不会了，有盐，有粮食，有陶罐煮汤，今年一定不会死人。然而，平静的日子没有持续太久。那天，萧带着男人们去打猎，我和阿月在部落里熬盐。突然，负责放哨的男人从高处跑下来。有人来了，很多人，是东石部落的，至少30个雄性。我脑子飞速转着，天霄部落总共才40多个雄性，留在部落里的只有不到20个。所有人拿上武器，围到火堆旁边来，女人和孩子进木屋。我大喊，东石部落的人很快出现在视野里，为首的是一个高大的男人，满脸横肉。天霄部落的人听着，我是东石部落的首领严，听说你们部落来了个神女，还会做盐，把她交出来。神女是我们萧的女人，你们不能带走她。你们萧不在，就凭你们几个能拦住我？哈哈哈哈哈哈！我走上前一步。你要找我？严的目光落在我身上。你就是神女，跟我走，做我的女人。我要是不去呢？那我就把你们部落的男人都杀了，女人都抢走。你确定要抢我？你知道萧是什么人？等他回来看到他的女人不见了，他会怎么做？严的脸色变了一变。萧再厉害也只是一个人。那你试试看，萧一个人能杀2条巨蟒，能徒手打死虎兽，你30个够他杀多久？我从怀里掏出一个小陶瓶举起来，这里面的东西只要撒一点在你们的水源里，你们整个部落的人都会七窍流血而死。严脸色大变，下意识地退了一步。我当然是在吓唬他。那小陶瓶里装的是治拉肚子的草药粉末。就在这时，远处传来一声长啸，震得树叶簌簌落下。严的脸色彻底变了。严，你敢动我的女人，我杀光你全族！萧的咆哮声由远及近。严咬了咬牙，他带着人狼狈不堪地消失在树林里。萧几乎是飞回来的，他浑身是血，一把抱住我。我没事。我靠在他怀里，眼泪止不住地流。接下来的半个月，我忙得脚不沾地。我在部落周围挖了一圈陷阱，把提炼出来的盐全部藏起来，让萧去联络风眼部落和梦野部落的首领，告诉他们东石部落想抢盐，如果他们愿意联手对付东石，天霄部落愿意把盐分给他们。半个月后，3个部落的联军浩浩荡荡地开到了东石部落门口。严脸色铁青地看着面前的阵势。严，你动我的女人，我灭你的部落。萧，我只是一时糊涂。我给你2个选择：第一，你死，你的部落并入天霄风眼和梦野；第二，你交出东石部落1半的猎物和兽皮，以后每年都要给天霄部落送10只猎物、10张兽皮。严的脸涨得通红。你做梦！那就第一个选择。萧举起石斧，身后的男人们齐声怒吼。严终于崩溃了。我选第2个。那天，东石部落搬出了堆积如山的猎物和兽皮，萧亲自挑了几张最柔软的兽皮带回来给我。萧，以后还会有人来抢我吗？不会了，今天之后，所有人都知道动我的女人要付出什么代价。萧，教我打猎吧。他愣了一下。你要打猎？教我怎么用石斧，怎么保护自己。萧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笑了。好，我教你。那一夜，月光如水，萧手把手地教我握石斧的姿势。他环住我，调整我的姿势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抡起石斧，狠狠地劈在面前的木桩上，木桩应声裂开。远处篝火旁，阿月抱着团子，看着月光下的我们，脸上露出温暖的笑容。他转头对旁边的阿母：“阿母，心一定会给萧生很多很多孩子的。”
阿姆难得的笑了笑，那是当然。而我靠在萧的怀里，望着满天繁星，不管未来有多少艰难险阻，我都不会再害怕了，因为这里有他，有他们，有我想要守护的一切。